嘿，大家伙儿早喽！7月27号星期六，周末了。那上周我工作特别忙，昨天8点多睡的，昨天忙到晚上，不期而遇的忙碌。我跑到了大阪的中之岛，这个建筑，这是他们一个会议堂，总办活动。这岛上环境不错，美术馆。有小朋友的那种，是图书馆还是什么，我不确定。还有那个在河面上飘着那种船的餐厅。大阪马拉松有一个7.2公里的欢乐跑，就是这儿是终点，正在怂恿家属报名呢。今天聊点什么呢？我前两天看了会长最新的视频，就吴向东最新的视频，我其实挺有感想。我特早之前就想说这个，从他来大阪跑马拉松，我就想聊这个。后来老觉得怎么说都不知道会不会触及什么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说一说。但是重点在，我觉得在马拉松训练上，可能对心理、对性格，或者咱们大言不惭点说对人性有什么影响和考虑。因为这2年我一直每天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些问题。一会儿咱们再聊啊。我这不知不觉不知道跑到哪条小路上了。刚喝了口水，今天退的早，今天4点45出来的，天还没有完全亮出来的时候，就到现在才热起来。但我已经9公里了，等于说就赚了。你就这么想就赚了，对吧？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也得这么安慰自己。我说看的会长最新视频，就是他说兴奋剂那个。因为他这更新的比较快，我看大家看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最新的了。包括前2天不是还有新闻，就是那年哪一场比赛和吉普乔格击拳的那位巴西小伙，也是被查出来兴奋剂违规。这东西我觉得只要人性在，就进不了。有时候你会发现，明明这运动员，你感觉，你别说兴奋剂了，你可能给他脱胎换骨一下，他也不一定能怎么样。但是偏偏就是他还在用。会长说的一句话特别对，我也老这么说，就是耐力运动，就算不是专业运动员，就咱们普通人，拼的也是什么呢？拼的也是恢复能力。这恢复能力，有的一部分是天生的。还有一部分是你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规律塑造的，所以你们看，没有什么所谓的4两拨千斤的科学训练，所有人都是在最大限度的去拼，我能练多少，我练得越多，几乎可以说大概率成绩越好。那有时候确实是你不是光有意志力就行的。你比方像我，那我跑完100公里，第2天我也想恢复训练，那做不到啊。专业运动员1个月可能上1000公里，还要有质量。那有时候他想什么呢？我猜有的人使用违禁品，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可能能成绩更好，可能还有一方面是他承受不了那个苦了，他想靠这些让自己不那么累。但是这样做不对，这样做违背体育竞技的这个精神。那你说我没他恢复的快怎么办呢？那说句
刺耳的话就是活该呀。他这事儿体育运动比的不就是身体吗？然后你说我身体比没有他好，我还要比他强，那不讲道理，是不是？马拉松跑到后边，跑到我现在的这个年头和成绩，就越来越明白这个事儿，就是有志者事竟成这个事儿是不全对的，只适用于怎么说呢？只适用于差不多成的时候。就像去年的大阪半马，因为之前我特别焦虑，对吧？我记得一期视频的标题叫“也许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最后一场 PB”，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 PB 不了。过两天打算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我跑完100公里之后的感悟。今天先不说，因为确实太难了。你努力几年不一定能快几秒。如果努力就能变快的人早就快了。耐力运动或者马拉松这种运动的魔力就是，或者说残酷吧，就是它让你无限接近自己的极限，之后又让你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保持住你刚要接近极限的这个成绩。你看，就像我现在，我2次认真的比赛之间间隔了3年，从2小时44到2小时41，3分多钟。半马也是间隔了3年，从117 10几到116 20几，太难了，真太难了。有时候会想说，就比方说昨天特别忙了一天，前天也是特累的时候，想第2天训练怎么办？但有时候我在这么想，就是你一想第2天训练怎么办的时候，你就已经胜利了，因为你想的是我第2天要努力训练，我要怎么调整，对吧？就是焦虑分2种，一种是努力的焦虑，一种是害怕的焦虑。害怕的焦虑我也体会过，当然不是在跑步这件事上。有的事儿就是你明知道自己差的特多，就跟考试似的，你得赌那题出来你都会，那这是一种焦虑。还有一种焦虑就是像我去年的2场马拉松，一场大阪的半马，一场大阪的全马，我的焦虑是会不会这些年的努力没有在赛场上发挥出来，因为你差一点发挥，成绩就没了。成绩没了，就算你心里知道自己再努力，自己也怎么说呢，觉得特难受。因为你看一场马拉松3分钟才180秒，1公里4秒多一点，对吧？我突然觉得1公里挺长的了。半马那更极限，半马1公里就比上一次 PB 快1秒多一点。我觉得会长的观点特别正，就是你得有一个拼搏向上的心态。我有时候没有，我做不到。我还不是专业运动员，我都做不到。如果我把我放在专业运动员那个残酷的竞技体育里，我可能心里确实不行。跟自己比，跟和别人比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挺看好这次巴黎奥运会吴晓东的成绩的。虽然肯定跟世界级的运动员竞争，目前我国的马拉松水平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挺不错的。我看他们跑那山那个泥地，真是挺带劲的。但是老出现一个挖掘机，可能那要修成柏油路了，我估计啊。但是那地儿看上去气候真不错。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说这个事儿又不说呢？就是因为它也涉及到食品安全。好些事儿我不知道该说深说浅。你看他，大家可以去看他来大阪马拉松的那个纪录片，他自己拍的视频。他在这儿吃的松屋机场吃咖喱饭，其实就说明至少食品安全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他们肯定是受过专业培训的，只是人家不跟你说。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最逗那次副中心马拉松我第9名，当时我以为这比赛怎么着凑个整数呗，前10名有奖呗。因为那时候还不懂呢，后来才知道，大部分比赛都是前8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能解惑一波啊？然后32公里，家属在那等我，给我准备的水和能量胶，自己兑的饮料，我没拿。我心想的是不犯规，不犯规。我最后万一能拿名次呢？我也对，前面那8个都是特邀运动员，但凡有1个不想跑退赛了，我就拿奖金了。但现在全民的马拉松水平，我这成绩没戏了。可能你要哪个公园办个比赛还有机会。我记得原来我参加过一次朝阳公园的一圈，他说是6公里，其实6公里多一点。最后我是第5名，前3名有奖。第1名是一箱奶，那不知道小伙怎么扛回去。然后后来我看有的比赛也是奶，但是就先拿一空箱子拿着展示，然后再说。那次那是一箱真的。说到会长这，我还有个抱歉的。那次在打完马拉松之后，我去东京回来路上，我还跟他说，我说我拍到你一些素材，我发给你，结果给忘了。我刚看您骑车来着，是您吧？刚才看您骑车来着，对吧？好，加油！然后就没给人家，给忘了。特别期待他能有好的成绩，应该快该准备再有两周或者3周就出发了，是吧？行吧，加油吧，我也加油，咱们训练后见了。哎呀，14公里喝个水。我也不知道这样一口能喝多少。哎，7月27号星期六清晨6点55训练结束，第1个训练日。对了，今天是礼拜6，北京时间下午1点半，咱们直播间见。24公里，1小时59分36，平均配速4分59。今天的有氧效果是提高，最快1公里只有4分26，平均心率145。这买了瓶水，哎，正好711这个现在在优惠。这原价150，711现在卖128，宝矿力也是150，别的超市2个都是150，贩卖机这2个都是170，好像。就这一瓶水，你看100毫升19千卡，这一瓶也就是100。所以比赛中为什么说，尤其是马拉松比赛，留着自己每1寸的肚子喝能量饮料，尽量不喝清水。就太浪费空间，能量密度太低了。因为100千卡，像我也就是跑2公里，最多2公里就没有了。行，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些。就马拉松有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第10年，我也不知道，就是你看每天跑啊跑，跑啊跑，但是我也知道，就我现在再怎么跑，我的成绩可能也不会上啊上。现在专业运动员可能面临的这一天更早，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一天，但是他还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甚至更多的练，去对抗衰老，对抗别人的崛起，然后去对抗下一次比赛之前的焦虑，是不是？好吧，行，多的不说了，下午直播间见，好吧。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午明天再见。